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那这一期的分享呢，是如何制作打结的绳子或者电缆。如果直接用常规手段去制作呢，这个绳子好做，但是这个打结的结构用旋转、移动等操作来实现呢，是比较困难的。那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期的分享。首先呢，从一个圆柱体开始，点击下面的初始化，把圆柱体呢变成八边形，高度方向变成3节。接着呢，使用缩放工具把圆柱体拉长，最后点击生成多边形网格，然后按住 Ctrl， 这里呢选择套索遮罩，在这个角度选择中心点， Ctrl 在外侧点击反选，用缩放工具弄出这样一个形状。Ctrl Shift 选择上半部， Ctrl W 新建组， Ctrl Shift 选择下半部， Ctrl W 新建组。模型呢被分成了3个组。在继续进行之前呢，这里需要先给模型一个 UV， 以便之后呢使用纹理贴图，这里选择在复制体上进行操作。然后需要重新给模型分组，以便使用组的方式来分 UV。 当然呢，也可以先给模型分 UV， 然后再按刚才的方式把模型分成上中下3个组。接着呢 UV 大师这里选择组的方式展平 UV， 把 UV 平铺，以便呢可以编辑 UV 的摆放方式。然后就是利用旋转缩放工具把 UV 摆正，并保证这个 UV 不会重叠。UV 弄好了以后呢，这里就可以复制 UV， 接着选择之前上中下分组的模型，把 UV 复制过来，在右侧的 UV 贴图下点击变换 UV，就可以看到复制过来的 UV 了。然后呢，进入移动缩放模式，按住 Ctrl 拖动复制一个模型出来，把它移动到上面的这个位置，点击键盘 D 键进入细分预览模式，继续移动模型，让2个模型呢在细分后也能紧挨，没有缝隙。调整好以后 Shift D 退出细分预览，继续 Ctrl 拖动复制，把新的模型呢移动到另一边对称的位置。这里呢还是利用细分预览来调整模型的位置，保证模型能够紧紧的挨在一起。那这里呢顺便提及一个小技巧，当按住 Ctrl 拖拽复制完成的时候，松开 Ctrl 键，按住鼠标键继续拖动，这个时候呢 ZB 就会重复刚才的复制，从而呢可以这样一直复制下去，非常的好用。继续回到刚才的制作中，下一步需要把模型镜像到另外一侧，这里呢需要打开这个地面网格，把模型移动到中心点的另外一侧，从而呢保证模型可以顺利的镜像过去。接着点击这个镜像并焊接，那这个命令呢是在几何编辑体下能找到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利用遮罩和细分预览把2个模型拉近，让它们紧紧的挨在一起，不要留缝隙。最后呢得到这样一个模型。下一步就是在变形里找到扭曲，需要把右边的 Z 方向改成 Y 方向，接着给一个20的数值，这整个模型就扭在一起了。然后按 B 键创建 Insert Mesh， 选择 New， 笔触这里呢打开曲线模式，笔刷这里选择修改器，然后呢把这2个选项全部都勾上。那这个笔刷就制作完成了，就是这种效果，可以很方便的画出绳子或者是电缆。因为之前呢制作了 UV， 所以呢还可以在画好的这个电线上面赋予纹理材质。先把这个模型分离出来，然后呢细分几次，多几个级别，右边找到表面，
点击造波，点击 Alpha， 这里呢可以加载一个纹理贴图。首先把默认的纹理关掉，调整纹理的深度，在上面呢把 3D 换成 UV， 整个的纹理呢就显示正确了。继续调整深度和纹理的缩放大小，调整到一个自己觉得满意的效果。调整好以后呢，点击 OK， 然后应用于网格，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比较有细节的这种电缆线了。可以看到部分的纹理呢是没有连接起来的，这里呢需要对它做一下处理。右边找到变形，下面找到平滑，多平滑几次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断层呢就慢慢的消失了。平滑的次数少的话是很难看到变化的，需要给它多来几次。那到这里呢，这个电缆基本上就制作好了。如果是在制作过程中删掉了细分，并且使用了其他工具对模型进行了切割，比如像 Clip Curve 这个笔刷，那么模型的 UV 呢就会没有了，纹理呢也就没有办法使用了。这里呢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如果需要切割的话，也是在制作完纹理以后再去切割，这样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最后呢，千万别忘了把这个笔刷保存起来，以便以后可以很方便的去把它使用。那有了这个笔刷以后呢，就可以制作打结的绳子了。这里需要用到 Z-Sphere， 首先呢，把一个模型变成 Z 球，在绘制模式下按住 Shift 点击就可以拉出一个和前面一样大小的球，点击 W 键切换到移动模式，移动它的位置，点击 Q 键回到绘制模式，继续拖出一个球，然后 W 键切换到移动模式，移动它的位置。那基本上就是利用这种方式，可以画出一个自己想要的路径，让这个 Z 球呢给自己打个结。这里呢可以随意的画各种的路径，不只是打结，还可以是各种复杂的其他的缠绕方式，都是可以的。路径绘制好了以后呢，双击左侧这边，然后把笔触的菜单放到左边来。这里呢有个 Curve Helper， 就是要用到它的这个核心的功能，它可以把 Z 球的路径换成曲线。那有了曲线呢，就可以使用刚才的笔刷绘制模型了，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思路。先点击复制 Z 球连接，然后呢点击创建曲线，可以看到这里除了曲线以外，还自动创建了一个小立方体。因为使用 Insert Mesh 笔刷是不能凭空使用的，它需要附属在模型上才可以使用，这也是为啥呢会凭空创建一个小立方体的原因。然后在曲线函数下，这里呢有一个平滑选项，给一个数值以后点击就可以平滑这个曲线。接着选择之前制作的笔刷，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深度，在曲线上点击，那这个打结的绳子就自动的生成了。调整笔刷的大小呢，再次点击可以改变绳子的粗细，也可以去调整曲线上的点来调整绳子的形状，可以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效果。调整好以后呢，点击这个立方体删除曲线，把绳子单独的分离出来，细分到足够的级别，准备给它上纹理。但是呢，当查看它的 UV 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模型呢其实并没有 UV， 这样就无法使用纹理贴图了。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这里呢，先回到这个小立方体，先查看一下它的 UV， 发现呢它也是没有 UV 的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？就像刚才说的， Insert Mesh 需要附属在一个模型上才能做出来，那这个小立方体就是这个模型，如果它没有 UV， 就意味着做出来的 Insert Mesh 也是没有 UV 的。那如果需要保留 Insert Mesh 的 UV， 那就需要这个小立方体有 UV，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。选中这个小立方体，然后在 UV Master 这里呢随便给它一个 UV，
然后呢，再次使用绳子笔刷点击曲线，然后删掉曲线，分离出模型，给一个足够的细分。那再次查看这个 UV Map， 可以看到它的 UV 已经被找回来了。最后呢，终于可以和之前一样使用纹理贴图了，还是用刚才处理纹理的方式去做出一样的效果。那我这里呢就不再去重复了。那使用 Z 球和这个曲线助手呢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复杂的路径也都是可以制作出来的。那再也不用自己去一点点的移动摆放那些让人崩溃的绳索了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